好，我们从这里正式启出川外区。这也会经过一个中学，但它是番禺实验学校的分校。右侧呢就是进入长隆国家区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就是野生公园。哦，这个池塘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也是两进的一个大池塘。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所在？哇，这个完全仿古的大牌坊，可以媲美北窖那个丽江的那个大牌坊。果然，这条是迎宾路，现在顺着迎宾路呢，由北向南的骑回去。太阳了，今天决定到川外去骑行一下。这些村民们早早就已经出来活动了。嗨，大家好，今天看来是不错的出行的天气啊。早上起来看到外面不但没有下雨，而且还出了太阳，赶紧查了一下天气预报，据说今天下午以前应该是放晴，不下雨啊。就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几乎都没怎么外出骑行，基本上就是去室内的地方转转，要不呢就发一些开车出行的视频充充数啊。今天呢，我决定还是要到村外去骑行一下。前几天我刚打了气，正准备往外骑，结果劈头盖脸的就一场暴雨把我淋了湿透。今天应该不至于运气那么差吧。现在呢，我已经在学院路上面，经过祈福音学校，准备从前面那个门骑到村外去了。我看地还都湿的，看来昨天晚上应该还是下过一场雨的。应该就在前几天吧，8月1号还是7月31号，广州又开通了一条城际线啊，叫新白广，它就是从白云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经过足料，一直去到新塘，然后呢跟东莞、深圳那边的城际线连接。也就是说，从广州的白云机场一直连通到深圳机场。据说最快的一班只要40来分钟啊，就连通2个机场了。广州这边呢没有第2个机场，但是呢，作为大湾区啊，你如果把大湾区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广州到深圳呢，这2个机场之间啊，有一条这种联络线，我觉得就有点像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国际机场之间的那个市域线，就机场联络线啊，概念是一样的。如果40来分钟2个机场之间要转机，那我觉得也还算方便啊。这不管怎么说呢，应该也算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标志，就机场和机场之间有这种快速的地铁，虽然叫城际啊，但它是跟地铁差不多的形式来连通的，所以我们以后有机会也打算去坐一坐，去深圳机场转转。但是
现在呢，我们还是就在启福新村边上的，看看找一个城际站，我们也去转转。所以既然出了村了，我就想着我们就在3号线的大石方向。3号线是番禺的一条地铁，中间呢会路过大石站但是就在大石站的边上呢，有一个大石东站。这个大石东站呢，不是地铁，是城际站。其实也没有开通多少年。它并不是去深圳方向的。我相信在某些站呢都是可以连通的。所以我们今天闲着不闲着，就穿村走巷的去寻访一下大石东站那一个城际站。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福华路上了，这里就是祈福的主要商业大街了。因为两边呢都是缤纷汇1期和2期的商业的商铺。出门前呢，我查了一查前往大石东路的大石东站的地图我就发现没有一条直的路可以去到，必须要转到市广路也叫翠华路，然后呢要经过一段富石路，最后呢才7拐8拐的拐到那里。我们闲着也是闲着吧，我们就随意的去转转。好，我们从这里正式骑出村外去。等到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信号灯，现在呢我骑到了市广路上了。这条市广路这一段呢叫福翠路。右侧这边围闭起来的地方呢，正在建广东省实验学校的番禺分校。现在我骑行在市广路上，这段路呢就相对比较安全，因为它边上有围蔽，专门是一条骑行道，而且这条骑行道呢比较宽阔，单车呢可以尽量往里面。但是这条路呢和电单车、摩托车是共用的。现在骑过汉溪大道，继续在市广路也叫福翠路的这条马路上骑行。右侧一大片地方呢都是长农有待开发的区域。这边有个楼盘叫越秀瑞路府。讲到这里面来呢，主要是为了避过一段上坡道。现在这个附近地方呢，像这种比较时尚的楼盘也是一个接一个，越来越多了。但是如果要把这个地方所有农村的村庄还有田野全部变成这样的环境呢，那估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会经过一个中学，它是番禺实验学校的分校。
这个学校占地面积还是挺大的。现在呢，我已经骑出了越秀瑞路府这个社区了，现在准备向着大溪方向骑行。骑过了这个大上坡呢，前面就是下坡道。这条路呢，我骑过很多次的啊。这里是一个下坡道，就顺坡而下，溜下去就好了。好，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富士路向前骑。前面的就是长荣野生动物园的入口了。这里还有不少他们的酒店。这里怎么那么堵车？右侧呢就是进入长荣度假区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地方就是野生动物园。看来都是从野生动物园里面出来的车辆，经过右侧的万宁城这个商业小中心，前面呢我就要右拐了。向着南沙港快速的方向。这里看的就是这种郊区啊，看着城市化的这种地方的风貌。马路中间呢是一条隧道啊，一条快速路，就是南栅干线。原来这边有个村叫李村，是什么时候建的这么一个大牌坊呢？那里面看上去破破烂烂。
看来李村这个村庄里面啊，也都是修商业街道的。这个门口你看，各种各样的烧烤店，完全是乡村经济的这种样貌。这里有李村另外一个牌坊，既然来了这里啊，我们也到里面去转转吧。这好歹也是一个旧的村庄。你看啊，这边有一个大的水塘，水塘后面呢有他们村民的一个活动场所。我记得好像曾经来过。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生活超市，和这个路面上摆卖了很多的这种农副产品。这里原来有一个非常大的祠堂，这个祠堂也挺大的。最尊高公祠姓高的人的祠堂。哦，这个祠堂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也是2进的一个大祠堂。这里是他们村民的一个公园，门口的各种摆卖。对，我以前曾经确实是来装过的。这里叫什么？海丰区一条老街道。但是我就不偏离我要去的方向了，我们从这边继续绕到大路上去。这左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右侧是一个小学。现在出村去。马路对面呢已经起了不少高楼了，这些高楼呢就是我们从星光大道开车回家的路上一直会看到的。这些农村地带呢也在不知不觉的变化啊，总之呢就是向着城市化、城区化的方向在转化。右侧就上星光大道的星光快速的路，我还在往前直走一下，到前面去掉头。就在星光快速边上这边有一个凉亭，叫沙井泉应该是一口井啊，可能有天然的泉水吧，现在成了番禺的文物了。到了这边呢，就到了植村工业一路，这是另外一个村庄。这边有个掉头位，我们从这边掉头。眼前都是旧的村庄的模样。村内的小街小巷，我还是尽量走大路吧。掉了头呢，我又回到了星光快速路的对边。现在我要贴着这条马路呢，向北切断。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
在1-2年还是几年以前曾经到这边来骑行过的。你看这边的马路好像都已经打开了，当时来的时候这边还是一片乱糟糟的地方。这个可以到里面去看看嘛。你看这个右侧到了晚上都是大排档，这边年轻人特别多，而且相对来讲呢，低收入的年轻人，外地到这边来打工打拼的年轻人特别多，他们也需要改善一下，或者他们也需要有他们的生活，当然也只能是依靠这种地方的大排档。我希望这种景象呢，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5年、10年不超过15年，它应该要把它改变成一片比较新的、干净的城区。看到前面有一个很雄伟的牌坊的，应该是我们骑到那边去看一看。今天纯粹就是在祈福新村周边随意的骑行，很多地方都去过了。那今天来的这个大石东站呢，是一个城际车站应该就是广佛环城的城际线的东环的其中一个站，也就是说从基山航站楼你要回祈福这边来呢，要经过的一个车站。这个车站呢就在3号线的大石站的旁边，虽然他们应该并没有完全连通，你要出站再入站，以这样的方式呢来搭乘。我现在看到我的左侧的这么一个高大上的牌坊是一个什么？只写了和谐2个字，这个也太大了吧！现在我骑行的这条叫新智路，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所在？哇，这个完全仿古的大牌坊可以媲美北窖那个丽江的那个大牌坊，边上也在起一些新的楼。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新和汇广场在我的右侧。既然来了，我们就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这个大牌坊正对着一个村民公园。我还没搞清楚这个地方属于哪一座村这属于什么地方的呢？沙头街属于沙头街吗？看这边也开了一些楼也在进行招商。其实这个边上就是一座村庄了。
跑到这个村口的小公园转了一圈啊。我们现在继续向着大石东站骑过去。这里整个环境呢，就是大排档的商业环境，地摊经济啊。技术没有他这个，大家觉得这块地方啊，就是因为有地铁3号线，再加上现在的城际的大石东站的加持，就这个地方慢慢开始要启动了。这地方还是蛮大的。这边感觉又进村了。右侧这个围墙里面还有一条小河川。刚刚看到一个巴士站啊，叫番禺第200医院站，也就是说这附近应该有一个医院的。好，现在呢，我离开三支香水道，准备往回骑了。我走出这条沙溪大桥呢，已经经过了扩建，以前很窄，现在稍微拓宽了一些。这个地方呢，我开车经常路过，但骑单车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回啊，总之来的比较少。这里叫村口村。这个靠马路的地方啊，全都起了商业大楼了。这马路两边啊都是村口村。
我依稀已经看到左前方的万博商务区的高楼了，那这条应该就是迎宾路了啊。果然这条是迎宾路，现在我顺着迎宾路呢由北向南的骑回去。现在在立交桥下骑过，继续沿着迎宾路向南骑行。新南大道中，这边有个楼盘叫信基城啊，一不注意就以为是基督城。左前方呢就是很多高楼的万国商务区了。我回到家整理素材的时候才发现，今天原本要去城际站大石东站附近走走的最关键的那一段视频，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录到，也可能是机器过烫自动停止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缺失了这段目的地的视频啊，觉得稍微有些无趣。不过呢也无所谓啊，就是随意到外面去趁着天气好转转，骑行一段也算锻炼一下身体。那不管怎么说，还是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看。我们改日出行再见了，拜拜。